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华语世界同时在发生着两场看不见的风暴？一边是北京的于朦胧案突然爆出了惊人的新证据，于朦胧体内测出了11种药物反应，难道他成了人体试验的小白鼠？另一边，上海的滨崎步空场演唱会持续霸屏，热度根本压不下去，而官方的一通荤操作掀起了更大的舆论热潮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两场被控制的舞台开始说起。滨崎步的空场演唱为什么被翻供，又戳破了谁的脸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唐韵。最近网上流出了一段于朦胧生前的视频。大家知道她身高超过1.8米，但视频里的她是脸颊深陷，四肢细得像枯枝一样，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。据爆料，她离世前的体重竟然只有50公斤，这可不是为了角色减肥能解释得通的，那是连化妆都遮不住的病态的憔悴。一个正值壮年的男演员，为什么会在离世前短时间内暴瘦成这个样子呢？有多家媒体援引了网络消息指出，于朦胧的身体内检验出了11种不同的药物反应，其中甚至包括8种可能危害生命的新型成分。这个说法现在在网上传得很广，有人就怀疑他生前可能被当作了某种人体试验的小白鼠。虽然这个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，但结合他身体极度消瘦、牙齿脱落这些网传的细节，也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在离世前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极端对待呢？网上甚至有通灵人士还有时评人爆料说他的肾脏可能都不在了，涉及什么吃人的内幕。虽然这些说法目前都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他们依然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，也反映了公众对官方酒后意外结论的极度不信任。于朦胧不明不白的离世，以及这个案件背后透出的资本和权力的傲慢，彻底激怒了网民。他们是各显其能，追查真相的同时，也对涉案的相关人员和公司发起了抵制。近日就有消息传来，网民的行动已经显示出了威力。我们之前就提到过，有人打电话举报被指涉案的演员田海蓉，说他的新片票房造假。12月1日，有网友发帖反馈，举报的战斗力太强了，田海蓉电影已经被多地下架。这位网友还说，百度单平台显示，于朦胧目前搜索热度是第2，和第1的明星差距很小，加入的人一直在增加。台湾呢，多地联署投屏，还有线下推广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，联署也突破了71万人。另外，命理师马仙他在一次节目中披露，有一位大佬告诉他，于朦胧生前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旗下的演员正在抱团合力解约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天娱传媒签的都是霸王合约，业内人士呢称之为死契，就是到你死都绑定你，解约那要付天价的赔偿金，这也是于朦胧一直被他们操控无法逃脱的原因。这位大佬披露，现在艺人们正在以公司存在不合法、不合规问题为由，提出集体诉讼，要求解约。但是现在他们正在以什么呢？叫集体诉讼对他们公司有没有一些不合法、不合规的这上边这个问题的质疑，要解约。这位大佬还披露，和天娱传媒有合作的非旗下艺人也在纷纷取消合作，尤其是有点知名度的这些人都说宁肯赔钱也要取消。爆料说，这些艺人还将以各种渠道变着方式的发声明，声明自己不会轻生，也没有精神病史没有精神抑郁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更不会酒后意外坠楼等等。马仙就表示说，这也是这段时间以来，这些人了解了真相后，知道了自己签约合作的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。
朋友们，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。我们大时局频道呢会及时的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—— 神盾 VPN。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服务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，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来源的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就意味着，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，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。这2台之间是端对端的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没有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上使用，也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您如果购买2年方案，会享受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时局拼音，会再打9折。30天内不满意，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款，无风险试用。建议您赶快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说过了于朦胧的最新情况，接下来呢，我想和大家再聊一聊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控场演唱会。这几天啊，这场演唱会的图片、视频是霸屏了，热度根本下不来。尤其是中共官方的一通荤操作，让这个事儿啊掀起了更大的舆论风暴。事情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原定11月29日在上海举行的滨崎步演唱会，在开场前1天突然被叫停取消了，理由还是老一套的不可抗力。但最震撼的是，滨崎步并没有走，他在29号当晚带着200多名中日两国的工作人员，对着台下空无一人的14000个座位，按照正式演出的标准把歌唱完了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照片感动了无数人，大家都说这是对契约精神的极致尊重。但是这种感动啊，似乎让某些人脸上挂不住了。就在12月1日晚上，上海的澎湃新闻突然发了一条新闻，标题特别惊悚，叫“所谓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”。报道里没有任何记者的采访，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字，只有一张截图。这张图是一份致歉声明，写信的人自称叫做赖宗龙，说是摄影团队的成员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网上流传的那些画面其实是他偷拍的彩排，是他违规上传到了抖音，导致大家误以为滨崎步真的开了一场空场演唱会。他表示非常懊悔，还向大家道歉。这招是挺狠的啊，想把这场充满悲壮色彩的抗议贬低成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。但这份声明一出来，不但没有平息事态，反而激起了网民的不满，评论区直接就炸锅了。搞不搞笑啊？洗地洗到这地步，你们骗谁呢？这分明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。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官方在撒谎？我们在评论区看到大家列出的证据真的特别精彩。首先，滨崎步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在昨天接到终止要求后，在没有观众的状态下，从第一首歌演出到 encore 之后才离开会场，所有演出者、工作人员都以与正式公演毫无差别、倾尽全力的心情完成了这场演出。难道这是滨崎步自己在配合这个所谓的摄影师偷拍造假吗？其次，有眼尖的网友还原了时间线，演唱会是在28日下午确认取消的，但官方所说的彩排是在取消之后发生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哪个歌手会在明知道演唱会已经取消的情况下，还化着全妆，穿着那件为上海定制的战袍，进行一场全流程的彩排呢？
最直接的证据是现场的特效，照片里显示现场释放了大量的泡泡雨和纸花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，这种泡泡如果落在座椅上，清理起来是非常麻烦的。如果是彩排，是绝对不会开这种特效的，除非他们不想让保洁阿姨下班了。这显然就是一场为了不浪费舞台、不辜负工作人员努力、履行契约的闭门演出。所以网友评价得很到位。官方为了掩盖这场外交闹剧的尴尬，不得不编造一个更大的谎言，结果是越描越黑。搬石头砸自己脚一次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又抱起来反复砸自己的脚呢？这场闹剧的背后，真正的受害者是谁？滨崎步所属的公司，日本的 IVEX， 他的会长松浦圣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话，看得人毛骨悚然。他说，在上海演出前一晚，一切在无声的情况下崩塌了，感觉像在杀鸡儆猴一样，好可怕。他形容那种场面是看着大人们被逼到角落，只要一碰触就令人颤抖，简直像活在电影里一样不真实。这是一个日本顶级娱乐公司的老板被吓成这个样子，这说明当时在后台发生的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通知取消那么简单。那为什么要取消？大家都猜测得到，是因为最近中日关系紧张，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了一句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，惹恼了北京政府。结果呢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，他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事儿，直接甩锅，说这是商业活动，具体原因建议找主办方了解。这就搞笑了。如果是商业原因，主办方为什么要等到演出前一天才取消？而且根据业内人士透露，滨崎步这种级别的歌手，主办方需要在演出前付清所有款项，现在取消，损失全是中方主办单位的。这次不仅滨崎步，还有另外一位日本歌手叫做大地真希，他也是在上海的一个演唱会上唱到一半，直接就被拉电闸，抢走了麦克风，赶下台。这种粗暴的操作，连《环球时报》的前总编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，说这是在给这座城市招黑，损失比日方还大。甚至还有网友讽刺说，这简直是给滨崎步做了一次全球免费广告，他那一刻用优雅给了荒唐一记耳光。还有网友讽刺道，而相反的一方呢，却以黑猩猩狠命捶打自己胸膛的方式，以黑社会小混混自断手指的方式宣示自己胜利，表示自己狠狠报复了对方，真是以丑态标榜自豪的绝佳版本。这种又赔钱又丢声誉，可以说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儿，只有傻缺自得其乐。说到这儿，我想问问各位朋友，你们觉得官方为什么要编造偷拍这个谎言？是为了面子，还是怕大家看到滨崎步空场演唱背后的抗议精神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我们把于朦胧和滨崎步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个很讽刺的现象。滨崎步在上海面对的是权力的傲慢，当局以为关掉观众入场的通道就能关掉声音，以为你发一个假的道歉信就能改写事实，但结果呢？滨崎步对着空座位的演唱反而成了更响亮的耳光，那个拙劣的谎言反而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共宣传机器的生锈和愚蠢。于朦胧在北京面对的是权力的残暴，一个鲜活的生命疑似被权力和资本的绞肉机搅得粉碎，甚至离世后还要被泼上酒后失足的脏水。结果呢？70多万人签名，无数网友的持续追问，证明了恐惧并没有完全战胜良知。台湾陆委会在一份报告里说得很准，这个案子凸显了中共陷入了自我审查的困境，言论管制的越严，谣言传播的越广，数位集权正在不断地出现破口。滨崎步虽然走了，但网上一篇评论文章说得非常好。多年后，当我们回看这段影像，看到的不仅仅是遗憾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切片。我无比确信，没有什么能挡住内心正直的人向往音乐，向往美好，向往自由。
而在海峡对岸，台湾的政治人物，比如台北市市长蒋万安、高雄市长陈其迈，都在热情地邀请滨崎步去台湾开演唱会。这不仅仅是抢一位歌手，更是在抢夺一种关于自由和尊重的定义权。我们不知道于朦胧的真相何时才能大白，但只要我们还在讨论，还在记忆，那个死气就锁不住真正的灵魂。朋友，如果您也支持查清于朦胧案的真相，或者对滨崎步的空场演唱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，或者点个赞，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条视频，让于朦胧案的热度持续下去。真相不会从天掉下来，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欢迎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